以前看老王聊交价，也就是图个乐呵，现在也还是图个乐呵，只不过自己才是那个乐呵。没有在日本帮抢的朋友，又打不过国内的这些科技，更不敢全款预定去当大冤种，最后只能2100吃线。本来想着自己已经是血亏了，然后转头一看，妈的，竟然还涨了！现在买个玩具跟他妈炒期货一样，一句话就是没钱别玩。前2天还有粉丝咨询我说某个东西能不能买，他是个新手。我一想，玩的破玩具现在还分老手和新手了，然后转头想想也是，新手哪知道要在哪个点入仓啊？不得先考个价格分析师的证是吧？但其实是没用的，你看我玩了10多年了，也一样是买在高点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散户必亏。讲这么多还不是一边骂一边买？没办法，我们潮哥就是这样的，1500炒到2100，纯粹就是因为他够帅，有价值的东西才值得我收藏啊，总不能它涨起来是因为大家都喜欢兰巴拉尔吧？好了，不闹了，今天就带大家好好的看一看2100的这只老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表现。OK， 那么先来看到本体，很明显这只老虎还原的是1年战争时期兰巴拉尔大卫的座驾。那本机本身是疾风迭代的陆战用新型机，型号是 MS07B， 和 MS06F 扎古一样，来自吉欧尼克公司，所以不管是型号还是造型都可以看出他俩亲如父子。但是剧中的拉尔大卫在被北宋的胡算计毫无补给的情况下，依然坚决执行阻击白色基地的任务，并且在最后重新碰面了曾经自己保护送到地球的公主阿尔黛西亚，然后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依然选择拉手榴弹自爆，真男人无需多言，震撼阿姆罗一整年。并且拉尔大卫驾驶老虎在硬刚高达的情况下不落下风，更是让拉尔大卫的含金量飙升，也让老虎从此之后成为了真男人的标志。那 Fix 的这只整体的造型上不能说完美的还原吧，但是兼具了古朴的质感和现代的美感，气势也是很足的。尤其是全身的这些指挥官样式的遗印和纹饰，细节控真的好评。这次老虎的工厂品控也很不错，可以看到全身的漆面都很工整，发色也很细腻，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地方。也就是因为没有雷，所以价格才能一直涨。配件方面，作为老虎来说，就是经典的电热鞭、盾牌、热能刀和指头75毫米机关炮了。但是作为这次产品的卖点之一，还给了 B3 老虎用的复合格林盾，左手的机关炮也给了一组正常手型作为替换。那手型方面给的就有点看不懂了，3对握持手，只是握持的大小有细微的差别，这就没有必要了。其他则是一对开掌手和一对握拳手，以及一个5指全可动的机关炮手，不过可动幅度挺一般的，4指是没有办法完美的握拳的，而且指头的分开幅度也不算大。另外，电热刀为了还原收纳的状态，也是做了2端的分拆了。刀柄是可以直接拿下来收纳在盾里的。那复合盾就只给了一个，主要就是为了还原 B3 老虎用的样式。那为了还原普通老虎用的样式呢，你必须把这些复合的装备全部拆下来。但这些复合的装备，说实话还挺还原的，尤其是加特林可以拆除这个地方。接着就能把电热刀的刀柄像这个样子的固定在盾牌内，然后就可以用附带的连接件把它固定在盾牌里了。另外，电热鞭的安装也是非常的简单的，直接怼到腕部的前方就好了。安装是非常的丝滑的，固定的也非常的稳，可以支撑起整个鞭子的重量。另外还有一点巧思，就是这款模型的座舱是可以打开的，还原兰巴拉尔大卫第一次坐进老虎座舱时的样子。但真不是我挑刺啊，这个座舱刻画的确实有一点太平面了。那这只老虎的一些机构和配件大概也就这么些东西了，其实中规中矩吧，只能说并没有什么太让我感觉到惊艳的地方。然后这个可动性也确实很糟糕，这个我留到之后讲。这里先来看一下，毕竟人家这款主打的是可以还原出另一只老虎，也就是虎王的形态。OK， 那么接下来就启动超级变换形态。那么首先拿出这个变形用的道具啊，就是这个格林复合盾，然后把这个指尖炮先取下来，然后把虎王的实体刀插到盾牌的顶端，接下来把这个锁扣打开，然后就能把电热刀也给搭载上去了。这个小细节其实剧里是没有的啊，也就是说明诺里斯在对阵侍郎的时候甚至还留了后手。那接下来需要把左手的手炮给替换掉，首先需要拿下手腕的盖板，然后拿下手腕前端的小零件，接着拿出正常手型用的手腕前端的零件给按回去。手腕上端的装甲给了2种，一种是可以装鞭子的，另一种就是普通的。选择一种装好后，就可以把右手的握持手安装上去了，然后就能先搭载这个机关炮的部分了。把机关炮环扣在手腕上之后，就能把复合盾按原样的方式给安装上去了。OK， 那么至此变形完成。那么还有个小细节忘了说了，就是可以通过连接件在屁股的后方挂载备用弹夹。
MS-07B-3 是老虎的改装型，由于缺少远程作战能力，一度被前线的人员嫌弃，于是取消了左手机关炮，改为了复合加特林盾，增加了远程战的能力，提升了泛用性。本集初登场应该是08 MS 小队拉萨的矿山基地战斗中，没错，侍郎和岳父这一仗是在中国的青藏高原上打的，打得还这么激烈，不愧是 Ace 级的军人。那本机的驾驶员便是另一位真男人诺里斯·帕卡多上校。作为萨哈连家的家臣，直到最后一刻都在保护艾娜。最后为了实现艾娜让吉翁兵的伤员船撤离的愿望，一个人单挑了整个08 MS 小队，并且在此战中成功击毁了4架钢坦克，让伤员成功撤离。但在最后与侍郎的决战中，发现他是艾娜的男朋友，并喊着要去见艾娜后，故意放海牺牲了。侍郎最后也不知道是自己亲手杀死了艾娜的义父。这一段的 MS 战以及人物间的作画演出堪称经典。B3 老虎也一跃成为了我最喜欢的独眼机，所以即使是2100吃线，但还是出必买。但很可惜的是，装备倒是给的很还原了，颜色和一印这些还是不一样的。那我能想到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像这样在 PS 里面拉一下青色的色调，虽然不能说完美的还原吧，但至少颜色你得靠近一下吧。而且由于这台模型的可动是非常受限的，摆起 pose 来呢，就比把玩 R 魂要差得很远了。那么终于说到可动了，就来一起看一下可动吧。首先，独眼的可动是通过附赠的小拨杆来拨动头部下方的这个装位。头部的脖子处虽然提供了一段拉伸关节，而且范围还挺大的，但是低头和抬头角度依然不是很理想。同样，左右摆头的幅度也只有15度左右，也是非常的不理想。转头能够360度，但是在肩胛放下来的情况下会发生干涉，只有90度。肩胛就很有意思了，竟然真的是弄了一整块铁，而且肩胛的可动范围也非常的大，可以拉出很大一段距离，而且也能前后的活动。大臂根部的向前引出蝴蝶肩能达到75度，这个还是要给好评的。但是这个两侧的胸甲就给得很迷了，摸上去确实是有可动的，但你也不知道到底是向前动还是向后动，甚至有一段向上动的关节，但是这个幅度真的聊胜于无啊。那大臂的根部是有360度的平转的，抬起肩胛的让位以后，平抬也能超过90度。180度的曲肘贴住肩胛也是没有压力的。整个手臂的可动还是挺不错的，不过手腕这里用的是小球关，范围很一般。那讲到腰部的可动就真的很来气啊，后仰可能有个15度到20度左右，但前倾就真的是一点都没有。而且前胸甲还做了一个下拉避让的机构，但这避让了个锤子啊，这前倾10度都不到啊，这怎么避让？这左右的弯腰又给你弄得非常的给力，左右都有接近30度的幅度，而且是两段，但是转腰又绷不住了，这45度都不到的转腰，这是2024年的玩具吗？这是什么奇怪的可动？接下来来看到腿部 ，OK， 那么前裙甲是可以向上抬起一段距离的，而侧裙甲呢，则是可以向上抬起并向外转动，而后裙甲就是做死的了。那么这只老虎也是配备了滑槽下拉关节的，那腿部下拉后前踢可以达到90度，侧踢也是能妥妥的达到90度，后踢则是能有45度左右。大腿根部有常规的360度的平转。那么屈膝的部分是我认为整台模型做的最惊艳的部分，整一个超多的裂甲联动是真的非常的帅啊，而且屈膝的幅度也达到了180度。但是这个脚掌又给你拉垮回来的啊，根本就夸不得，向左向右的幅度都非常的小，虽然有一段下拉的关节，但是这个真的是没有用啊，15度左右的接地幅度，你好意思说自己是陆战用 MS？ 向前抬脚和向后垫脚的幅度也非常的小，也就20度多一点左右。而且这个脚掌还竟然做了3段的分离，这里就有点画蛇添足了，因为这样的话整个脚掌就变成了圆弧状的，再加上接地不好，这样圆弧状就根本就放在地上站不稳嘛，摆个 pose 想拍照真的是很困难。那么就当前这个可动看下来，我说一句半残废不过分吧，这糟心的把玩体验2100是绝对不值的，原价入的话也只能说是勉勉强强吧。记得之前吐槽 Fix 死神的时候，有朋友跟我说 Fix 这条线强调的就是涂装和造型，可动有没有是其次的，你懂不懂啊？说实话，我也是开了眼了，竟然还给万代找补。即使你说的对，它不是拿来把玩的，但对于我们这些喜欢把玩的人来说，这不就是做的烂吗？做的烂还不给说了？难道找这种理由方便它涨价吗？每个玩家都有自己的想法，所以我的视频评论区从来都是畅所欲言的。我觉得好的，你觉得烂，这没关系，一个玩具而已嘛，萝卜青菜各有所爱。虽然几乎没有可能吧，但我只希望这条视频能给这台疯长的老虎降降温吧。